各位朋友，我们继续进入后手弃马局第19局。今天这一局要为大家充分展现一个非常冷门的精彩杀招。我们依然是快速形成基本的棋局界面。红方冲兵，黑方飞象，平车压马，选择进炮，远程防守。红方选择兵3进1，黑方充足吃掉。红方进车直接吃掉马。我们继续延续前面的走法，选择进卒反击。红方回马窝心，黑方先扔一个底炮形成牵制。那么接下来既有进兵、平车站内两个走法，我们继续延续冲兵的走法。黑方抓准他的缺陷，就是这个窝心马准备进车过来形成攻势。红方当前呢，上一局我们为大家分享了退车吃卒的变化，显然是溃不成军。本局他又有两个走法，平车守住那道线，同时还有退炮先手打车。我们本局先看他站内的走法，那这样的话形成防守。黑方来了一个格挡，这个小卒此时就发挥出了非常巧妙的作用。下一步棋依然是平车，故技重施。当前红方最大的缺陷就是这个窝心马，赶紧把马跳出。好了，这时候该怎么走呢？这里就是我们要找出它的弱点，平车吃象。因为你再次平车吃势的时候，它称势，黑方无计可施，反而这个象它守也守不住，保也保不了。那接下来他会怎么走呢？吃象已成为事实，车又不能回来防守，被格挡住。当然这边的子力远水解不了近渴，摆车跟住他这个炮。黑方进车吃掉象，此时将来如果说退车抽的话，他吃掉炮，当然这里炮打式的话形成炮撵单杀。红方选择乘势，实际上这样走也是红方的无奈之举。当然黑方如果说摆炮的话，他这里也不用担心将来可退车回来挡住，你现在抽也抽不到什么呀。但是接下来黑方这步棋走的是更加的绝妙，平炮打掉小兵，炮甩边路，意在何为呢？进炮下底线，加强这个单车炮的攻势。现在接下来红方又有两个走法，一个是先手抢一步反向进攻，第二个是直接平炮先给你拦住。首先我们看第一个走法，稍微比较积极，先手抢一个将军，黑方上马吃掉。为什么这样走呢？接下来大家就会一见分晓。此时飞象，他目的先弃掉一个炮，抢夺一步先手飞象吃着车，车还咬着你的炮，两个子势必要丢一个。那么接下来朋友们在这里再思考一下，也是训练你中残局的功夫。面对着吃车吃炮怎么办呢？黑方将计就计，哪一个都不逃，加强底线的进攻。你现在退车吃炮的话是白送车，飞象吃车的话平炮正好一打，重炮杀起，而且还是个闷杀。那现在无可奈何之下也是骑虎难下，只好选择出帅，平车砍掉士，请上2楼。接下来距离虎口，这就非常的明朗了。下一步棋退车一将军的话，因为底线是双炮，老帅退不下去，这样的话一将军只能上3楼，9路车白白被抽掉了。而且现在你现在这个车何去何从呢？只好选择车9进1，先防守一步，稳步阵型。那么这时候干脆果断，直接平炮打掉马。那你现在要不要吃呢？这个马前进没有好的地方，这里又是炮口，你不吃我退车要吃你的干脆吃掉。吃完之后呢，既可以用炮打过来，当然这里退车会形成牵制，但是这里将军他也牵制不了，干脆果断就是平车吃掉马。好了，当前这个局面可以说黑方已经锁定胜局，红方帅位不安，残缺士象，同时
黑方啊进多打死，将来一个跃马而上的话，加强火力进攻，红方是难以招架。我们回到先前局面，红方的第二个策略选择平炮防守，接下来黑方啊调转枪头平炮反打车。这个小卒啊在这里又发挥出了非常巧妙的作用。首先说明你这个车还不好闪开呀，退车就是个闷杀。那么现在感觉可以飞象，你打我车，我飞象吃你车啊。这里有妙手，退车一将军只能退下去，再次进去吃掉象，不仅解决不了这个局面，而且是白送了一个象。相对而言是个无底洞，你有多少他吃多少。那没有办法，红方只好弃车砍掉炮，暂解燃眉之急。黑方平卒吃掉，下不起退车依然是一个闷杀，只好选择帅五平六。走到这里，其实黑方有多种走法，他可以退车拔高车，将来平车杀兵，而且也可以摆过来形成一定的威胁。当然也有比较简洁明了的走法，平车直接吃掉士破士，只能起来再次形成一个锁喉。下一步棋退车一将军的话，这里底线形成牵制。如果说帅上3楼的话，依然是抽着这个车。首先说明这个车它还不好走动，比如说车9进1的话，退炮一将军反而还有抽车，那只好选择车9进2。那这里一看的话，相信朋友们就会发现双马又暴露出缺陷，同时这个车的位置不太好。接下来黑方只需要乘势快速启动后方力量，将来一出子的话，迅速能够锁定胜局。当然接下来这些走法也是比较勉强的演变，黑方可以简化局势，平炮直接打掉马。你现在吃和不吃的话，黑方都是明显占优，硬着头皮吃掉吧。这里明显再次一吃的话，接下来双车一马，针对他双炮一车，看起来还能进行防守，但是他最为关键的就是帅位不安，残缺士象。好了，朋友们，今天这2局相信朋友们已经能够决定胜负了。黑方先前通过弃马，然后弃子夺士，不仅得回失子，而且使得对方的帅位不安，将来出子攻杀已经是一个胜势在握。好的，朋友们，今天这局就为大家先介绍到这里了。